大家好，歡迎來到文昭談古論今。很多人以為世界的改變是慢慢發生的，但真相是危險的到來往往是一夜之間。你昨天還能用的工具，今天突然就失效了；你昨天還覺得安全的環境，今天突然就規則改寫，你就被排除在外了。這不是假設，而是正在發生中的現實。中東的局勢、川普的決定、伊朗的動作，還有中國那邊的反應，都在發生着變化。這些事的背後其實都是同一件事，就是所有人對於未來的預期在同時改變。一旦所有人預期同時在變，那接下來很多事就不會慢慢發生了，而是會1秒鐘跳變。那今天這期節目我們就來好好說清楚這場變化是怎麼發生的，它已經到了什麼程度，以及普通人應該做怎樣的準備。自從2026年4月21日川普放寬了對伊朗的停火期限以來，中東進入了某種僵持的局面，很多事情正在起着變化。因為在停戰期間，川普的威脅方式也改變了，就放棄了过去对于要炸伊朗的油井電廠還有出兵佔領哈爾克島這些方面的威脅，而只是把焦點對準了霍爾木茲海峽。4月23號這天，川普在他的社交平台真相傳媒上發了這樣一條宣言說格殺勿論，對於在霍爾木茲海峽布雷的伊朗船隻無論大小一律擊沉，這麼個格殺勿論。這是為了應對4月18號伊朗又宣布封鎖海峽，又炮擊了過往船隻這一系列舉動來的。那這些舉動可以確認就是伊斯蘭革命衛隊實施的，因為在伊朗的軍事體系裡面封鎖海峽這類的政治任務明確的歸伊斯蘭革命衛隊管。伊朗剛開了海峽又封海峽，也是進入了治大國如烙大餅的秒變節奏。關於中東的話題呢，我放了幾天，因為要重新思考一下趨勢的變化，再和大家分享這樣才比較負責任。同時傳言滿天飛也要鑑別一下。那現在看起來呢，有一些謠言的真實度正在變高，這些謠言的源頭很可能是以色列還有伊朗流亡海外團體的社交媒體賬號就說伊朗已經發生了政變，總統、議長還有外交部長被伊斯蘭革命衛隊給扣押了。事實上呢，這幾個人確實也沒有參加在巴基斯坦伊斯蘭堡舉行的第2輪美伊會談。所以問題來了，怎麼這個伊斯蘭革命衛隊突然間又膽壯了呢？又敢於和美國硬槓死磕了，甚至襲擊過往船隻了呢？其實還不是看起來那麼簡單。革命衛隊這些瘋狂的舉動背後其實是精明的算計，我們後面會一一拆解但是最近幾期節目我都有一個想法，就是把世界大勢的演變和普通人的生活選擇給聯繫起來，盡量給大家一些接地氣兒的分析。所以我們先把眼光往中國這邊平移一下。伊朗和川普的心態正在變，那麼伊朗背後的中共心態也在變。現在這個時間點上，所有人的頭腦當中都在發生一件事情，就是預期在不斷的調整，那麼相應的行為也要有調整，普通人的預期呢也應該隨之調整，否則你很容易就被這個時代甩出去，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我上個星期做了中共大封網 VPN 大屠殺的話題，也很留心的在看觀眾網友們的反饋，有人說受到了很大的影響，翻牆變得很艱難，也有人說完全不受影響，也有的說受到了部分的影響但能解決。受到影響的時間點也不一樣，有人在我出那期節目的时候說還能夠順利翻牆很絲滑，但是幾天之後翻牆就變得很困難。但是從多數反饋來看大多數網友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至於個體感受有差異也很自然，因為執行封網的是以省級電信運營商為主體，那麼有的省走在比較前面，比如陝西和江蘇，那有的可能就落後一些比如廣東。他們都要從自己的利益出發，摸索一條道路，既能夠完成上級交辦的任務，同時又對自己的正常業務影響比較小。也就是說，要識別怎樣的流量才是翻牆流量，各個省的電信運營商要積累一段時間的經驗，各種招都要嘗試一下，然後再反饋給工信部和中央網信辦，後者才能夠有的放矢做出更加具體的指示，把所謂的有效模式推廣。這是中共體制內常見的作業流程。所以這段時間覺得翻牆受到影響比較小的網友呢，你千萬別以為自己是能夠置身事外的，所謂禁 VPN 就是謠言了。我們關鍵要看結構和趨勢，得未雨綢繆說到未雨綢繆，從最近的反饋來看，自建梯子翻牆比較可靠，
但是它有一定的技術門檻，要求你具備一定的知識。另外，传統大厂的 VPN 由于他们資源多、應變快，相對來說呢，也能夠比較快地適應變化的環境。因為我並不是技術方面的專才我不理解的東西不會在節目當中多講。以後技術經驗方面的分享呢，我會去找一些受認可程度比較高的文章，在我們頻道的留言區和社區和大家分享。不過，如果你是我這樣的技術小白也沒有關係，咱們不懂可以向別人求助嘛。關鍵是在於我們要正確理解趨勢，得去理解怪獸的頭腦，才能夠調整自己的行為我們把專制政權稱之為怪獸，伊朗和中共都是這樣的怪獸。以前有人總結過網平原帶風向的3部曲，就是理解中共、體諒中共和成為中共。那咱們這兒呢也是3部曲，就是理解怪獸、預測怪獸和打敗怪獸你得先理解它的邏輯和行為模式，然後在一些事情上去預測它的行動，來檢驗你理解的邏輯正不正確，最後搶在它前面布局，打敗它。那這裡要做的一個預測就是中共的鋒芒不是像一些朋友所說的是周期性整治的一股風，和以前一樣。那這次呢是比較不一樣，長期趨勢是要絕對收緊的。而消除信息差呢，在當今這個時代又成了一種基本的生活技能。所以個人應該做出的應對就是你能學的就要盡早學該怎麼樣翻牆，能夠掌握的知識就盡早具備。如果實在是小白呢，完全沒有這方面的知識基礎呢，就要盡快取得能夠穩定獲得幫助的渠道。我們正確預測的前提就是得能夠準確理解中共的心態。那請問中共現在的心態和以前有什麼不一樣了嗎？就是他心態有點不穩了，他的預期正在經歷調整。當外部世界變得不確定的時候，連我們都感到不確定，那中南海也會感到不確定。那這種時刻呢，中共就會面臨3件事情。第一，就是他會更加去體會這個外部風險的增加，像什麼戰爭、制裁還有供應鏈波動對他造成的影響，他會更加認真的對待。過去這些年，中共和俄羅斯和伊朗高度綁定，本來以為呢是壓制西方勢力的得力盟友，結果為自己增加了額外的風險。在這2個盟友當中這2個拖油瓶的當中，伊朗帶來的風險其實比俄羅斯要大很多。那是由於川普當選了川普第2次當選了，他更看重伊朗，反而對普京，川普是願意放一馬的。為了讓伊朗徹底去核，那麼就要給伊朗施加更大的壓力就要把它完全孤立。對於支持伊朗的國家，就要搞2級制裁。那這樣中共就跟着吃瓜烙。更有这個霍爾木茲海峽危機，使得油價較長時間保持高位。那對於中國這種能源非常依賴外部輸入的國家，就更加帶來了全面的和深遠的衝擊。所以2026年中國經濟面對的外部壓力會比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以後要大得多。中共面對的第2件事情呢，也就是內部壓力會上升，經濟預期會變差。這個我們講了很多次這裡就不再詳細說了。重點是他面臨的第3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這個政權會本能的去消除不確定性。他心裡越不穩吧，他出手就會越重其實呢，這也很好理解，就是當世界變得捉摸不定的時候，你會本能的去抓住那些你能夠確定的事情，你才有安全感嘛。在亂世當中，最難求的就是踏實2個字。人同此心，事同此理，對於習近平來講也是這樣。那中共對所有的事情都會重新評估風險，對於信息也是這樣信息可不只是聊天，不只是表達，它同時也是情緒的放大器所以中共就會對任何能夠放大群體性恐慌這方面的言論和猜測變得非常敏感，對所有的觀點性內容也都會變得很神經質。那更具體的說，這種神經質就會體現在3個方面。第一，就是平台審核變嚴，以前你以為的安全區就不安全了，你更加容易被判定為過界。那平台對你的處罰也會升級，相信最近很多網友已經體會到這一點了。以前是關你幾個星期小黑屋，就是禁言幾個星期就會把你賬號恢復，現在有可能是直接消耗，就沒有提示，沒有警告，突然間就會發生。第2個神經質的體現呢，就是輿論導向會更加集中，因為神經質嘛，它就不管有沒有說服力，它只要嗓門的大小，內宣外宣都這樣。所以你看到像勞 A 這種荒謬的言論，什麼美國斬殺線都能夠突然間捧火，就是這種表現。第3呢，就是封鎖力道加強，杜絕翻牆。那這3方面的手段呢，大家的體感不一定是那種踩油門一樣，有一個連續提升的曲線。你這個曲線不管是陡峭還是平滑吧，它都有一個連續的過程。
你都能夠找到上一個點，對吧？而這恰恰就是很多人的誤區，以為變化它一定是漸進發生的，一定是合乎邏輯的啊，其實不是這樣。尤其是在當權者感到威脅的時候，就不是這樣了。在專制社會，沒有你參與政治的中間緩衝層，你沒有民意代表，也沒有什麼團體替你發聲，所以你參與不到那個決策中去。這個決策過程對你來講完全是黑箱。同時你還沒有救濟手段啊，法律是中共的，什麼都是他的。你不像在美國這樣可以向法院申請一道禁制令，把总統的命令都給冻結了。在中国你哪有這樣的招啊？所以变化的發生，它很可能不是渐进的，而是跳躍式的，有斷層的。一覺醒來什麼都不一樣了。特別是過去幾十年經歷過中共政策幾大輪變化的老年人啊，都會有這種感覺。因此呢，你就得做好各種一夜之間的準備啊。像前幾天我們節目當中說的，中國的最高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更新了司法解釋，把民間的行贿受贿還有職務侵占罪門檻大大拉低了啊，3萬元就夠你入刑责的。於是就是一夜之間人人有罪，对吧？这就是一個一夜之間。其實疫情期间啊，很多人都有這種經歷了啊，有一夜封城。你說我還沒有來得及採購生活物資呢，等你聽到消息的時候，你已經出不了小區了啊！也有一夜解封，你什麼準備都沒有做好，這個病毒就大規模擴散開來了。所以今後你也得有各種各樣一夜之間的準備，就包括有一夜斷網。這些事情的到來，往往是一些偶發事情促成的。具體是什麼事兒，沒有人能夠提前預料。你能夠做的就是提前準備一些冗餘度，當變化突然發生的時候，你手上能多一些資源。好，說完了生活策略的選擇，讓我們退回來，再做一些硬核的政治分析，理解這個世界正在發生哪些關鍵的變化啊！每天都有新鮮事兒。按理說呢，伊朗的財政收入是依賴於石油出口的，它現在正陷於非常嚴重的財政危機。可是居然這個伊斯蘭革命衛隊硬剛美國，又從裡面把海峽給堵上了。難道說革命衛隊的新任總司令艾哈邁德·瓦西迪這位老兄是活膩歪了，是在作死嗎？還真的不是這樣啊！我們要理解怪獸，預測怪獸啊，當然也得理解一下伊朗這頭怪獸腦子是怎麼想的。其實革命衛隊的新任總司令這位印堂發黑的老兄，目前還真的是安全的，因為自從巴基斯坦介入調停美伊談判開始以後啊，伊朗高層那個定點清除行動就算告一段落了。川普呢，在他自己承諾的停戰期間啊，也不會這麼幹。他目前所威脅的格殺勿論，只是針對一線的軍事對抗啊，要破壞美國搞封鎖海峽的行動、布雷的行動，是針對這些行動來的。另外，伊朗還有伊朗背後的大哥北京和川普，目前彼此心照不宣，達成了一項默契，是什麼呢？就是他們都在等待一個時刻，在這個時刻到來之前，基本上可以確定，伊朗是不會回到談判桌的。他的油輪出不了海峽，他也得強忍着，而這個時刻就是2026年5月1號，也許可以再延30天啊，到6月1號。那是由於依據1973年美國的戰爭權利法，川普沒有經過國會的授權，出於緊急情況採取的軍事行動，有效期就是60天，最多可以再延30天，那是給撤軍留出的時間。所以過了這個時間之後啊，川普就必須得找出一種維持對伊朗壓力的方式，直到伊朗完全契合。按照美國的憲法，宣戰權在國會，川普目前對伊朗採取的軍事行動是沒有得到國會授權的。那麼請問，小布什總統在任期間對伊拉克發動的戰爭啊，這是美國最近的一次大規模地面入侵，這一回得到國會授權了嗎？答案是真的得到了。2002年10月份，美國國會通過了對伊拉克动用武力授權法，就授權小布什政府可以發動戰爭了。這是國會針對單一事件所通過的一項法律。其實不管是對單一事件還是一類事件，只要是國會做出的決定都叫法律。當然川普也可以走這條路，尋求國會通過一部專門的法律，支持他對伊朗長期動武。但偏偏就是現在情況比較微妙啊，怎麼個微妙呢？就是如果今年國會的中期選舉共和黨穩贏或者穩輸，這樣的法律都很容易過。穩贏容易過好理解，為什麼穩輸也容易過呢？那因為如果共和黨感到自己大概率會輸掉選舉的話，就會搶着把生米做成熟飯啊，這樣的法律就得趕緊過了。哪怕民主黨今年在國會翻盤，取得了2院當中1院的控制權，以後要通過相反的法律，那他也得在2院都得通過嘛，還得過總統否決那一關啊，所以要推翻的門檻就會提得很高。
如果共和党在競選當中有明確的優勢或者劣勢啊，剛才說專門通過一項法律，這個事兒都很容易辦成，就是在局勢不明朗的時候，事情不好辦。一些共和黨議員就會擔心支持戰爭的長期化會有損本黨的支持率，造成選前支持率的雪崩，所以川普還需要和本黨同僚去協商，尋找一個保底的方案，既不放棄迫使伊朗契合這個目標，也不造成選情的雪崩。凡事既要又要吧，就會比較麻煩。所以川普团队目前把目標縮小到了封堵海峽這個事兒上，那這個事兒呢是比較有可以申辯的空間的，因為它只是堵從伊朗港口進出的船只，並不是完全堵死海峽嘛，所以呢它並不是全面封鎖，不是戰爭那種級別的禁運和封鎖級別，因此呢它這個灰色空間就比較大。川普通常會先傾向於尋找已有法律的擴張性解釋，比如從國會已經頒布的經濟制裁伊朗的法律當中去找根據啊，說我這是在執法呢。如果民主黨要阻止，又沒有辦法通過新的法律怎麼辦呢？他們就要發起訴訟啊，那官司又會一級一級的打到最高法院，時間會拖很長。但是不管接下來怎麼辦，都得等到1973年的戰爭權利法案那60天的期滿以後才能夠明確。所以伊朗在等，在咬牙撐着啊，所有人都在等。所以中東戰火就進入到了2個階段之間的過渡階段。川普這個格殺勿論的威脅也縮小到了針對伊朗布雷的小艇，不再是針對伊朗的領導層，也不再是針對轟炸油井和電廠了。這也是戰爭進入相持階段的一個標誌。這不是一個慫或者打臉的問題啊，而是戰爭本質決定的。因為戰爭的本質就是人類大規模的有理性的使用暴力嘛，它有理性就一定會走到這一步。那這樣一個分析呢，我知道可能會讓一些希望美國速勝伊朗這個政權速垮的網友覺得有點氣餒啊。但是歷史的真相往往是這樣的，一個目標有限的戰爭，它就會持續時間比較長，滅國之戰啊，反而是來得比較快。你看越南戰爭像塊牛皮糖一樣粘在美國的鞋底就粘了10年，可是美國真要滅了北越啊，那個能力它完全是達得到的，幾個星期就能夠做到。不過滅國之戰有滅國之戰的問題，逞一時之快也不一定是好事兒。所以伊朗和中共現在都是在等着美國自己的制度給川普帶來的壓力顯現。現在這個局面呢，就是對各方都進入了壓力測試區，看誰先扛不住。今天我查了一下啊，我做這期節目的時候，布倫特原油期貨的價格一桶是在105美元以上。在封锁海峽的階段，估計價格一直會保持在這個區間，個別時候高的呢，能夠衝到120美元一桶。這個壓力測試也是針對全球每一個國家每一個人來的。當前全球的原油需求啊，還有每天800到1000萬桶的缺口填不上。具體到中國呢，一些專門性的網站估計，中國每天有170萬桶到200萬桶的需求缺口填不上。一直有人說，難道俄爹靠不上了嗎？從波斯灣來的原油少了，增加從俄羅斯進口啊。但是很諷刺的是啊，實際上戰爭開打以來，中國從俄羅斯進口的原油數量是不增反減，從2月份到4月份大約減少了每天50萬桶的進口量。這說明什麼呢？說明中共目前主要是在通過抑制自己需求的方式，是減少消費的方式來縮小這個需求的缺口，而不是通過釋放戰略儲備或者加價買油的方式來填補。伊朗這邊是港口被封鎖，油賣不出去；中國是能源運輸線被卡死，這個油買不進來啊，兩邊都很難受。有人異想天開的說，難道伊朗和中國互通有無，不能夠走陸地運輸線嗎？走鐵路難道不行嗎？答案是真的不行，因為陸路運輸運量太小，貨運成本也太高，完全不合算。一艘裝200萬桶原油的巨型油輪，如果同樣的運貨量要走鐵路運輸，大家知道需要多少節油罐車嗎？至少是4500多節，所以它的貨運成本是海運的好幾倍到10倍以上。那這樣你買油就成了買天價油了，完全沒有商業上的可行性。陸地解決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伊朗想搞的換油，就是伊朗在推他那個里海經濟圈的時候，曾經設想過這樣的方案，就是把原油先出口到像土庫曼斯坦和哈薩克斯坦這樣的里海沿岸國家，這些國家留下伊朗的原油，然後換成自己的油賣給中國，這樣賬面對沖平衡，同時中亞國家收一定的過路費和手續費。但是這個構想一直沒有得到實施，原因是基礎設施不具備，同時政治上也太複雜。
伊朗現在這個油賣不出去，中國油買不進來，經濟層面的壓力呢，對雙方來講都沒有物理的解決出路。只要戰爭在，這個壓力就會一直在。川普的壓力不是物理性的，是軟件性的，他得衝過5至6月份的法律壓力期，得找到一個辦法，不說戰爭，但是呢，還得有手段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啊，能夠把軍事壓力維持下去。如果要說誰拖得起，誰辦法比較多呢？目前看是川普占一些優勢，估計是這麼估計啊。不過伊朗和中共都得等到這個時刻的到來，得等到美國的戰爭權利法案對總統授權60天期满以後，看看實際情況是什麼，他們才能進行下一步。所以可以想見，這段時間中共和伊朗都要大大加強对内部的控制。伊朗呢，就是要趁這段时間沒有斩首的威脅，躲起來的那些官員紛紛跑出來，展開全國的大搜捕，把那些可能配合美國和以色列的伊朗人都抓起来啊，是要消除這個不確定。中共呢，則是要为更強的經濟衝擊來消除不確定因素，就包括對於資金的流向實施更加精密的穿透性管理，也包括了對更多的人實施邊控，那更多人可能就要上交護照了，也包括了把強加高信息封鎖。那今天的時事話題就聊到這兒，謝謝大家。希望今天的分析能夠幫助朋友們正確的判斷形勢，也做出正確的生活策略選擇。也希望有需要的朋友能夠支持咱們網店上的明目冷敷眼貼這款產品。在文昭談股論金這個頻道，下次再見是下個星期一了啊！祝大家周末愉快。